小陈，你在干嘛呢？没干嘛，等你来一起录节目呢。你今天怎么好像特别兴奋？因为我今天想先考考你，你小时候是不是特别不爱写作业，能玩就绝对不写？我啊，那必须是一题写作业能拖到最后1秒钟。那正好，我今天想先给你讲个从前的小男孩，你听听是不是有点像你？从前有一个小男孩，特别贪玩，一点儿都不喜欢读书，家里人怎么说都没用。哎，你这是在说我吗？先别急着对号入座，你听我讲完。有一天，这个男孩在河边看见一个老奶奶，正拿着一根又粗又长的铁棒在石头上磨。磨铁棒？他要把铁棒磨成什么东西？这个答案我们留到节目最后再揭晓。先告诉你一句，这个贪玩的男孩后来变成了中国最有名的诗人之一。这么厉害？行，那我先记着这个悬念。我是小雨。我是小陈，那我们今天就带着这个悬念聊聊，别放弃自己。说真的，这个话题我挺有感触的。最近后台总有人说，学了好几个月了，感觉一点进步都没有，是不是该放弃了？你有没有过那种突然特别想放弃一件事的时刻？有啊，好多次，尤其是刚开始学一样新东西，觉得自己怎么都做不好，看别人做的挺轻松，自己却怎么都学不会。是这样，我自己也是，一旦开始跟别人比，心情立马就不好了。而且有时候中间断了几天，就会有种算了，反正也断了的感觉，好像一旦不完美，就干脆不做了。确实，好像脑子里只有坚持到底和彻底放弃这两个选项，中间什么都没有。对，其实中间有好多种可能，只是我们平时很少想到。那除了跟别人比，还有别的原因会让人想放弃吗？有，比如生活突然出现变化，搬家、换工作，或者特别忙的一段时间，一忙起来，学习的事就先放一边了，一放就是很久。是这样，一旦生活节奏被打乱，好多习惯都会跟着断掉，不只是学中文。对，而且越久没做，回去做的心理门槛就越高，慢慢就变成好像已经放弃了。虽然一开始根本没打算真的放弃。你自己是不是也有过这种很想放弃一件事的时候？有，我之前坚持跑步，跑了大概2个月，膝盖有点疼，就想着算了，反正也不差这一天。结果一停就是小半年，再也没捡起来。是这样，我也一样。我之前学过一阵子游泳，中间出差断了2周，回来以后就一直没再去，感觉好像重新开始这件事比坚持还难。对，好多时候不是坚持不下去，是重新开始这一步怎么都迈不出去。那后来呢？你的跑步捡回来了吗？捡回来了，不过是好几个月以后的事儿了。有一天路过公园，看到别人在跑，突然就想，其实我随时都可以再穿上鞋出去跑，又不是非要回到原来那个状态才能开始。对，好像我们总以为重新开始就得从头再来一遍，其实不是。对，随时都可以，哪怕落下了半年，今天想起来，今天就是个新的开始。我们来想象一个场景，你可以想想自己有没有经历过。好，我想想。已经是晚上11点了，你今天特别累，本来说好要学10分钟中文，可是看着手机，突然一点都不想打开那个 APP， 脑子里冒出一个声音，今天就算了吧，反正也不差这一天。这个场景我太熟悉了，那种就算了吧的声音，特别有说服力。对，但其实那一刻真正重要的不是你要不要学满10分钟，是你要不要至少打开那个 APP 看一眼。哪怕只是打开看一眼，也算是没有真的停下来。对，很多时候开始这个动作本身比做多少更重要。说到这个，我一直挺喜欢一个中国老故事，正好也是关于这个的《愚公移山》，你听过吗？听过名字，
但没细听过，你讲讲。从前有个老人，家门口有2座特别大的山，挡住了出门的路，他就带着家里人每天挖一点土，一筐一筐往外运。2座大山那么大，他不会觉得挖不完吗？旁边的人也这么问他，笑他，你都这么老了，怎么可能挖得完这2座山？老人回答说，我挖不完，还有我的孩子，孩子挖不完，还有孙子，子子孙孙一直挖下去，山又不会长高，总有一天能挖完。他好像根本没打算一次挖完，就是想着今天挖一点。对，我每次想起这个故事，就会觉得，如果他一开始就盯着这么大的山，什么时候才能挖完？可能挖2天就放弃了。这跟学中文也挺像的，要是一直想我什么时候才能学完，光是想就已经很累了。对，反而是不去想那个特别大的终点，就想着今天能做一点点，走得更远。说到这个，我也想起一个故事，是关于一只鸟的，叫精卫填海，你听过吗？听过名字，但具体故事不太清楚，你讲讲。传说古代有个小女孩去东海玩的时候被海浪卷走，淹死了，她的灵魂变成了一只小鸟。从此以后，她每天都衔着小石头和小树枝，飞到海边扔进海里，想把大海填平。填平大海，那得填到什么时候啊？大海那么大，一根树枝能有什么用？是啊，旁边的人都笑她，说她不可能做到。可是她还是每天飞过去衔一根树枝扔下去，再飞回来衔下一根。明知道做不完，还要每天做一点，这是什么心态？我觉得她可能根本没在想能不能填完，她只是每天做她能做的那一点。日子一天天过，故事就这么流传下来了。这么说，这个故事其实不是讲结果，是讲这种每天做一点的心态本身。对，学中文这件事也是，也许不用总想着什么时候能学到母语水平，就想着今天能多学一点点就够了。那如果已经想放弃了，甚至已经断了好久，是不是就没救了？完全不会。我认识一个学中文的朋友，之前就经历过这个，一开始特别有热情，结果忙起来一断就是快1个月。那后来他是直接放弃了吗？没有，那天他记得特别清楚，是一个周日的晚上，他刷手机的时候刷到那个中国朋友发的一条视频，忽然就想起来自己一开始学中文就是因为想跟他聊天不用翻译，这个念头一冒出来，他就重新把书翻开了。原来是想起自己最初为什么开始，才又有了动力。对，而且他也没有逼自己一下子补回落下的1个月，就是告诉自己错过了没关系，但今天不能再错过，就这样一天一天慢慢又捡回来了。那他后来还会不会担心自己学得比别人慢？会，他跟我说有一次看到一个学了半年就能流利对话的人，特别沮丧，但他没有拿那个人比，是翻出自己3个月前录的一段语音，一听发现自己进步其实挺大的，只是自己没注意到。跟自己比，好像比跟别人比更能看到真实的变化。对，进步这个事儿，天天看不出来，可是跟以前一比，差别就特别明显。那他后来是不是就彻底不害怕，想放弃这件事了？也不是，他说自己还是会有想放弃的时候，只是他学会了一件事，遇到那种时候就把自己当成朋友来安慰，而不是骂自己怎么这么笨。像哄朋友一样哄自己，这句话我挺喜欢。对，学习本来就够难了，实在没必要自己再给自己添一层压力。对了，我还记得他后来跟我说的一件事儿，特别有意思。什么事？他说捡回来学了大概2个月以后，有一次一个人去一家中国餐馆，自己用中文点了一整桌菜，服务员还夸他中文说得不错。他说那一瞬间突然觉得前面那些反反复复想放弃的日子好像都值了。那种瞬间确实特别珍贵，就是那种原来我真的在往前走的感觉。对，而且他说如果当初真的放弃了，可能永远都不会有那一顿饭的经历。那他现在怎么样了？
现在他中文说的已经很不错了，前阵子还跟我说，他准备申请去中国工作一段时间，试试用中文生活。从想放弃到现在准备去中国生活，这个变化真的挺大的。对，他自己都说，如果当初真的因为那1个月的中断就彻底放弃了，可能现在完全是另一个样子。我还知道一个真实的人的故事，也是关于坚持的。你知道曹雪芹吗？知道，他写了《红楼梦》，对吧？对，他写这本书的时候，家里已经败落了，穷到经常吃不饱饭。写了大概10年，中间不知道改了多少次，最后书还没写完，人就去世了。写了10年还没写完，那他图什么呢？我觉得可能他也没想着一定要写完，就是每天写一点，把心里想说的话一点一点写下来。最后这本书成了中国最有名的小说之一。原来很多了不起的事儿，一开始可能都没想着结果，就是每天做一点。对，跟今天聊的这些故事其实是一个道理。对了，我还想起另一个说法，是关于竹子的，你听过吗？竹子跟这个有什么关系？有一种竹子种下去以后，前面3、4年几乎看不出它在长，一年也就长几厘米，很多人都以为它已经不长了。那后来呢？后来突然有一天开始疯长，6个星期之内能长到10几米高。从几厘米到10几米，这也太夸张了。其实它不是突然长的，前面那几年它一直在土里悄悄地往下扎根，根扎得够深了，才能一下子长这么快。所以看起来没进步的那几年，其实一直在做准备。对，学中文有时候也是这样，前面很长一段时间，感觉自己好像没什么变化，其实是在往下扎根，只是还没到往上长的时候。这么一想，那些看不到进步的日子，好像也没那么让人焦虑了。我还想起一个更古老的故事，你听过越王勾践的故事吗？叫卧薪尝胆。听过，好像是一个国王打了败仗的故事。对，从前有个国王打仗打输了，被敌人抓去当奴隶，做了很屈辱的事，好几年才被放回自己的国家。那他回去以后呢？回去以后，他没有马上就想着报仇，而是每天睡在硬邦邦的柴草上，屋子里挂一个苦胆，每天尝一口那个苦味，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当年受的屈辱。每天都要尝苦的东西，这也太狠了吧！就这样过了10年，他慢慢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得越来越强大，最后真的打败了当年的敌人。原来他不是一时冲动想报仇，是花了10年时间，一点一点准备。对卧薪尝胆这个词，后来就用来形容一个人愿意忍受眼前的辛苦，为了将来能做成一件事。这么听下来，今天讲的这几个故事，其实都在说同一件事。不管是磨铁棒、挖山、填海，还是睡在柴草上，说的都是慢慢来，但别停。说到这儿，那开头那个磨铁棒的故事，现在可以公布答案了吗？可以啦，那个老奶奶告诉小男孩，她要把这根铁棒磨成一根绣花用的针。铁棒磨成针，那得磨多久啊？铁棒那么粗，针那么细。男孩也是这么问的。老奶奶说，只要每天磨一点，日子久了，总有一天能磨成。男孩听完特别感动，从那以后就发奋读书，再也不贪玩了。那这个男孩后来怎么样了？后来他成了李白，中国最有名的诗人之一，写了好多流传到现在的诗。原来开头这个故事说的就是今天聊的这件事儿。对，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只要功夫深，铁杵磨成针，说的就是再难的事，只要肯每天做一点点，最后也能做成。那要不我们试一次，你演一个正想放弃的人，我来试试接住你。好，那我先说，我学中文都3个月了，感觉一点进步都没有，是不是该放弃了？别跟别人比，跟3个月前的自己比一比，那时候你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
现在已经能聊几句了，这不算慢。可是我这2天太忙了，已经2天没学了，感觉都断了，干脆算了吧。错过了没关系，但今天做1点就好，哪怕就说1句中文，别真的让它停下来。听你这么一说，好像真的没那么想放弃了。你看，换一种说法，感觉就不一样了。那我们再试一个，这次换我来演，你接住我。好，你说。我今天工作特别忙，学中文的计划又没完成，感觉自己好像永远学不好了。别对自己太狠，你已经比1年前的自己厉害多了。今天没学也没关系，明天做一点就好。可是我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学得慢，看到同龄人都说得那么流利。每个人开始的时间，能花的时间都不一样。你又不是在跟别人比赛，你只是在往前走自己的路。被你这么一说，突然没那么焦虑了。你看，有时候只是需要有个人在旁边说一句没关系。那如果做了这么多，还是有一天真的很想放弃，那怎么办？我觉得那也没关系，允许自己有这种时刻，不是每天都要打得鸡血一样往前冲，累了就歇一歇，只要别把歇一歇变成再也不回来了就好。对，休息和放弃其实是2件不一样的事儿。对，休息完了还可以回来，放弃了才是真的结束。说实话，做这个节目也是一样，有时候忙起来也会想，今天要不要就先歇一天。是啊，我们也不是每天都精神百倍的坐在这儿录节目的。但我们发现，只要没有真的停下来，哪怕慢一点，节目还是在一期一期的做出来。所以不管是学中文还是做别的什么事，可能道理都差不多，不用逼自己每天都状态最好，只要别让自己彻底停下来就好。今天聊了这么多，其实想说的就一句话，进步很慢没关系，只要别真的停下来。就像故事里那句话，只要功夫深，铁杵磨成针。你现在走的每一步，可能自己都没感觉到，但它一直在往前。如果你最近也有想放弃的念头，希望今天这期能陪你多撑一下。不管你现在学到哪一步了，能听到这里，就已经说明你还没有真的放弃。如果你也有过想放弃又重新坚持下来的经历，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，我们都想听听。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，下期再见。好，拜拜。拜拜，我们下期见。